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原料非常简单，不添加任何蛋奶、黄油的纯素吐司。这款吐司我们采用中种法来制作。先来制作中种面团，水用微波炉加热10秒钟，到微微有点温，不超过40度的程度。水温过高会把酵母烫死。加入酵母化开，然后倒入到高筋面粉中，边加边搅拌，再改用手揉成团。使用中种面团可以让我们做出的吐司口感和风味都更好，保持柔软的时间也更久。揉成团之后先盖好，静置5分钟，让水和面粉充分融合一下。5分钟之后再来揉几下，将面团揉成大致光滑即可。盖好，放在室温发酵到2倍大，大约1小时左右。室温比较低，可以适当延长时间。发酵到2倍大之后，将面团转移到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这个面团最多可以放在冰箱3天。第2天我们来制作面包。中种面团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可以使用，不需要回温，这样可以防止面团揉面之后温度变得太高。向厨师机的搅拌盆中加入高筋面粉，将中种面团撕成小块加进来。水量可以根据自己的面粉吸水性稍微进行调整，如果不确定，可以先预留5毫升，以免面团太黏。糖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进行增减，喜欢甜味明显的可以适当增加糖量。盐在面包面团中可以起到增强面筋的作用，必不可少。根据自己的厨师机选择合适的档位，每款机器的揉面速度和效率都不一样。没有厨师机可以参考我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来手揉面团。第一阶段，我们先把面团揉到像这样，能够抻出一个厚膜的程度，然后加入玉米油。你也可以用其他液态的植物油代替，但是最好选择味道不重的油。味道重的油会让您的面包味道很奇怪，比如用花生油做出的面包就会有很重的花生油味，并不好吃。油加进去之后，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会被面团吸收进去，面团会比刚才变得更软一点。我们揉到像这样，撑开面团能够形成透光的薄膜，用手捅破薄膜，洞口相对光滑就可以了。将面团像这样不断向后折叠，抻出一个光面，整理成一个圆球。揉好的面团中心温度不要超过28摄氏度，否则面团会过度发酵，吐司在最后发酵时不易长高，而且做出的吐司口感粗糙。如果揉面过程中面团温度太高，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10分钟降温。将面团盖好，在室温静置40分钟。因为中种面团已经发酵过了，这里我们主要是静置松弛面团，不需要很久。案板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将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轻轻按压排气，去除里面的大气泡，然后平均分成2份。将每个面团向中间折叠几次，然后翻过来，2只手捧住面团，向自己身体的方向拉，这样就能整理出一个光滑的面团了。反面用手稍微捏合起来就可以了。用保鲜膜盖好，中间发酵20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松弛面筋，使之后的整形更容易，擀面团时不会回缩得太厉害。面团上撒少许面粉防粘，光面朝上方，用擀面杖擀开到25厘米左右，边缘有大气泡可以拍破，然后将面团翻过来，这样光面就朝外了。稍微擀一下，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接口处捏合，盖好，再松弛15分钟。松弛好后，将面团光面朝上方，擀开到25厘米长，然后翻过来，使它光面朝下，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接口处捏合就可以了。将整形好的面团方向一致的放进吐司盒中。吐司最后发酵需要潮湿而温暖的环境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微波炉或者烤箱这种密闭的空间里。我一般用微波炉，这样不耽误预热烤箱。用微波炉烧开1碗水，然后迅速放入吐司盒，这样开水的蒸汽和温度可以给吐司发酵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用烤箱发酵，可以在里面放1碗刚烧开的水。如果用烤箱发酵，需要提前算好时间，在吐司发酵完毕之前把吐司拿出来，以便预热烤箱。将烤箱预热到175摄氏度。吐司发酵的时间一般会比普通的小面包要久一点，根据发酵温度的不同，1小时到几小时都是有可能的，要有点耐心。我们主要是看吐司的高度变化，
当吐司长到刚刚冒过吐司盒边缘时就可以了，在上面薄薄的刷上一层鸡蛋液，注意角落和缝隙里也要刷到。如果想要制作方形吐司，可以发酵到吐司最高点离模具边缘还有3毫米左右时，盖上盖子拿去烤。将吐司放在预热好的烤箱中，根据自己的烤箱大小选择合适的高度，注意顶部不要离发热管太近。上下火175摄氏度，低糖吐司盒烤26分钟左右，普通吐司盒35分钟左右。在表面上色之后，盖上锡纸，防止顶部颜色过深。吐司出炉后，在桌子上震2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然后脱模，放在网架上晾凉。晾凉也是吐司制作的一部分，它可以让吐司中残余的酒精和酸气挥发掉，所以不要急于把它掰开，要有点耐心哦。这款吐司制作材料非常简单，没有任何蛋、奶、黄油，不仅适合吃素或者对以上材料过敏的人食用，就算家里食材不全，用家中最基本的食材也能制作这款吐司。我们来看看这么简单的食材做出的吐司，它的效果如何？结果显而易见，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款不加任何蛋奶黄油的吐司。它的味道相对比较简单，非常适合切片，用面包机烤一下，抹上果酱，或者制作成三明治，是一款特别百搭的吐司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它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